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松原敦子所著的《孤独才是最美好的晚年》这本书。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吗？按理说，晚年应该是人生中最自由的阶段，不再被工作束缚，也不用背负那么多责任与义务，有大把时间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那么，有没有人能这样回答？我很期待我的晚年生活，因为我终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晚年生活。当然，理想情况下，能如此轻松地说出这些话是最好的，但现实中，能这样说的人极为少数，超过99%的人对晚年生活有某种程度的不安。或许你们也对晚年生活抱有模糊的担忧。那么，既然大多数人都对晚年生活感到不安，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根据一项关于老年准备的调查，65岁以下的人群中，83%的人担心身体能力的衰退，63%的人担心患上认知症，45%的人担心养老金不足或储蓄太少。而在65岁以上的群体中，72%的人同样担心身体能力的衰退，66%的人担心认知症。这项调查表明，许多人对健康、疾病或金钱问题感到不安。此外，调查还显示，孤独和寂寞也是人们担心的主要问题之一。作者在阅读其他文献和数据时感受到，许多人因为孤独而担心，如果生病了该怎么办，或者资金不足时该依赖谁，以及没有可以一起度过快乐时光的朋友和家人。孤独似乎使健康、疾病、金钱和人际关系等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不利。或许你们也认为，孤独意味着失败。孤独的晚年生活简直是致命的打击。此外，电视和媒体常常报道老年人的悲惨孤独生活，或者描述那些在孤独中挣扎的人们，塑造出孤独是一种可怕的印象。然而，作者与这种普遍的看法背道而驰。他认为孤独反而能让晚年生活更加幸福。他指出，越是试图逃避孤独，我们反而会变得越不幸。孤独反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健康管理。作者聚焦于孤独的好处。作者接触了1000多名孤独老人的真实情况，最终得出了结论：孤独并不是什么坏事，反而是让晚年生活更加美好的关键因素。可能仍然有许多人难以认同，认为晚年孤独一定是悲惨的。因此，本书将帮助大家了解，即使独处也可以避免许多焦虑，并提供如何利用孤独来度过幸福晚年的方法。不仅如此，无论年龄大小，那些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感到困扰或是感到孤独和寂寞的人，也会从中得到启发，让心情豁然开朗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深入探讨作者在观察了1000多名孤独老人后，得出孤独其实更幸福的原因。首先，第一个原因是，越是试图逃避孤独，越容易陷入不幸。作者在观察了许多老年人的生活后发现，那些被固定观念束缚，试图逃避孤独的老人，反而往往因为过度回避孤独而陷入了更大的不幸。比如，有许多老年人为了避免孤独而选择搬入养老院。虽然从物理上看，养老院确实能解决孤独问题，因为那里有工作人员和许多同样环境的老人，但从精神上看，许多老人依然感到不满。在一些养老院里，作者听到的常常是想死的哀嚎。某些提供护理服务的养老院，到了晚上，房间里充满了想死或杀了我的呻吟声。一位兼职工作人员表示，这些全国连锁的大型养老院简直就像是老人们的耆老山。他说，所有的家属来探望的只有一开始，之后的到访就是在老人去世时。这种情况可能让一些人难以相信，但实际上，养老院在接待外来人员时常会表现得不同寻常。老人们通常会假装愉快地打招呼，因此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到他们的真实感受。老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吐露内心的真实想法，
而是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。此外，养老院的工作人员短缺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早晨时分，工作人员非常忙碌，一名兼职男性需要照顾1楼和2楼约60位老人的如厕和更换尿布。早晨醒来的老人们纷纷呼唤他，有些人因等待时间过长而失禁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养老院运营公司也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人员。虽然养老院的设施质量参差不齐，但总体上，入住养老院并不一定对老人本人有利。尽管家人可能对老人的处境感到遗憾，但现实是，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，因此不得不将老人送往养老院。同时，入住养老院的老人往往会产生被家人抛弃的被害妄想。有些老人其实更愿意待在家里，但因为怕给家人添麻烦而选择了养老院。老人们敏感地察觉到自己可能成为家人的负担，因此选择入住养老院。作者认为，老人们在养老院中想死的背后，可能隐藏着他们希望从陌生人中解脱出来，早日获得安宁的心理痛苦。虽然养老院的存在是有益的，但孤独带来的心灵空虚，最终仍需由老人自己来填补。尽管有人认为养老院生活更为安全和便利，但心理上的满足和安宁，依然需要靠自己去实现。即使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直至死去，人类也不会如此简单地感到幸福。将自己从温暖熟悉的家中迁移到一个全是陌生老人的设施中，对任何人来说，都是一种孤独和痛苦的体验。虽然养老院提供了餐食、洗澡和护理服务，并且偶尔会有外来的人表演歌舞来娱乐老人，但对于那些在等待死亡的老人来说，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类似于毒房。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，有些人可能会享受养老院的生活，但表面上看起来的快乐可能掩盖了内心的孤独。许多老人即便在外表上表现得愉快，内心却可能感到孤独。此外，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往往没有其他去处，也没有回家的地方，因此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，以避免被厌恶。他们对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非常在意，因为如果他们在养老院受到排斥，就没有其他逃避的地方，因此他们会微笑着克制自己的不满。听到这些，可能会觉得为了逃避孤独而进入养老院似乎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当然，这里有个人差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但确实存在因为过度避免孤独而变得更不幸的情况。此外，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，退休后为了避免孤独，丈夫改变对妻子的态度。长期以来以工作为中心的丈夫，在退休后发现孩子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，对父亲不再关注，而妻子则和朋友们聚会，过得似乎很开心。这种情况下，丈夫会感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，他会感到无奈，觉得自己一直在养家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。然而在公司中，他的威望已经不存在，他的尊严得不到满足，更容易被这种无奈的情绪所驱使，感到深深的失落。作者提到，自己认识的一位年收入接近1000万日元的大公司员工，在退休后本打算和妻子一起享受悠闲的退休生活，计划去旅行。然而，尽管他们去过了墨西哥和阿拉斯加，夫妻俩的旅行乐趣却没有持续太久。某一天，妻子冷冷地告诉他：“我很忙，以后你自己去吧。”这位丈夫在公司中奋斗了30年，期间妻子则在自己的圈子里建立了社交关系。当丈夫突然回到妻子已经建立起的世界里时，妻子自然会感到困惑。妻子明确表示，如果你能带来足够的钱，我会照顾你，但我不是你的母亲，请自己照顾好自己。对妻子来说，30年来被忽视的丈夫现在突然想要融入她的生活，显得有些自私。因此，如果想要享受愉快的退休生活，丈夫在职期间就应该关心妻子，与妻子共度时光。然而，作者认为，既然已经不再是孩子，就不应依赖妻子来解决孤独，而应拥有自己的兴趣和世界。
解决孤独的责任在于自己。作者认为，保持妻子和自己的距离是确保退休后夫妻关系和谐的关键。那些在退休后突然想要增进沟通的夫妻，是不太可能实现的。尽管听起来可能会让人感到悲观，但作者指出，这种对孤独的恐惧在日本尤其明显。实际上，不同国家的老年人对孤独的态度差异很大。日本的老年人常常看起来孤独，许多人走路时低着头。然而，欧洲的情况却有所不同。例如，在德国，公园长椅上的老年人往往面带微笑，不像日本的老年人那样显得孤单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欧洲人都生活得很融洽，但事实上，在德国，大多数老年人实际上是独自生活的。即便独自生活且年老，德国的老年人也能够快乐地生活。这是因为德国人从小就接受了独立自主的教育，并且18岁时就离开家开始独立生活，因此他们对孤独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接受。在德国和荷兰，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自己思考和做决定，早早的就开始独立生活。他们习惯于将孤独视为生活的一部分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独立和孤独是相辅相成的。而与之相比，日本人较少自主做决定，往往依赖他人，没有形成个人独立的意识，因此极端害怕孤独。一位在德国居住的朋友表示，在德国从未见过因孤独而感到悲伤的老人。他认为日本老年人不了解一个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事实。他笑着说道，即使日本人学识再高，也往往缺乏人生的智慧。接下来，孤独反而更加幸福的第二个原因是人际关系的压力大幅减少，学会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孤独的一个显著优点就是可以显著减少人际关系的压力。大家可能都感受过，我们最大的压力来源往往是人际关系。我们总是渴望拥有亲密的朋友，想要与家人关系更融洽，或者希望找到真正爱自己的人。但实际上，关系越密切，压力也会随之增加。最终，这种压力甚至可能导致极端的冲突，比如家庭暴力案件，比如亲密的朋友或恋人。虽然能让我们在感情上更接近，但也容易带来复杂的情感纠葛。当对方没有按照我们的期待行事，或者没有足够重视我们时，常常会产生不满，进而引发各种问题。因此，长时间的亲密关系常常会变得紧张，最终可能导致关系破裂。相反，相对疏远的人际关系更少出现这些问题。虽然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会让人感到孤独，但作者认为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孤独的适应会变得更加容易。年轻时可能会觉得没有朋友很孤单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会逐渐认识到，与其和无聊的人交往，不如孤独来得更好。当我们学会珍惜孤独时，会发现自己无需与不喜欢的人见面，也不必强迫自己和他们共度时间。即使对方因此感到不快，我们也能坦然面对，不再在意他人看法，学会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您的压力将大幅减少。只要有一些疏远的朋友，您仍然可以享受充实快乐的生活。不寻求他人的陪伴，可以使自己过得更加充实。作者表示，远离喧嚣和复杂的人际关系，静谧而平和的孤独的好处会逐渐显现出来。根据作者的经验，寂寞感通常会持续到40岁左右。例如，未婚女性在40岁左右可能会感到想要孩子或者担心孤独的老年，但到50岁时，往往会逐渐适应并接受孤独的生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生活中的束缚减少，精神上会变得更加轻松。不过，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虽然孤独能减少人际交往的压力，但自己还是难以忍受寂寞。对于那些对孤独感到不安的人，作者建议，与其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不如寻求与宠物的陪伴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养宠物，但实际上，宠物的陪伴在老年时更为重要。成年后的友谊往往需要保持适度的距离，即使在退休后，
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可以帮助建立新的友谊，但这确实并不容易，尤其是那些过去没有太多朋友，或习惯于独自生活的人，他们往往不擅长与他人亲密相处，这也是他们一直保持独身的原因。因此，突然因为孤独感而试图与他人建立密切关系，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。对于这些人来说，原本就不擅长的事情，突然在面对孤独时很难立即改变。随着老年的临近，人们常常会突然渴望寻找陪伴。作者建议，与其寻求人际关系，不如选择与猫共度时光。猫不依赖于他人，它们的独立性可以给人带来积极向上的生活动力。作者认为，如果希望度过幸福的老年生活，可以选择养猫。猫的独立与坚定可以在您身边提供前进的力量，让您在孤独时不感到寂寞。与其在人际关系中疲于奔命，不如让猫成为老年的伴侣。猫与老年生活是非常合适的伴侣选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